阿姨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懂的。你不懂啊？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有70多岁了吗70到了。70多啊？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又来到了湘西的大山里面。你知道吧，在湘西的大山深处有这样的一处世外桃源，就在我的身后。这是一大片的悬崖绝壁，就在悬崖绝壁的上方呢，有一个寨子，据说只有20多户人家，只通一条小马路可以进村。这里呢，位于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补丁村的鱼龙寨。到底这个寨子有多美？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带你们进村去看一看。大山里面啊，真的是一山有4季，10里不同天。刚刚才下过雨，这会儿呢又天晴了。刚才我们就是沿着镜头前方的这条小马路开车进来的，整整开了3个多小时才来到这个地方。跟着镜头我们往这边看，鱼龙寨呢就在镜头的前方，悬崖绝壁之上。从这边看过去，好像也就10多20户人的样子。在以往我的印象当中，湘西大山这边呢，很多寨子都是木房子。来到这边呢，我发现区别还是挺大的。这边大部分都是砖房，都是2层、3层楼的砖房。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偏僻的，我们可以看看寨子周边都是大山。寨子呢就建在一个深谷当中，深谷的底部呢又是悬崖绝壁。有朋友告诉我说，在寨子的下方呢是非常有名的九龙沟，据说九龙沟里面还有一座九龙门，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瀑布，景色是非常美的。当然要去到九龙门的位置是非常艰难的，要沿着寨子往下面走。当然这样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呢，这样的悬崖绝壁里面很多溶洞，走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危险。到了夏天的时候，像这样的大山里面很多蛇的。慢，可能对于我这样的陌生人，他是比较好奇的。刚刚进入寨子就发现了几座石头房子，其实我是非常喜欢那样的石头房子，非常有年代感。这边我们又发现了一座石头房子，看起来特别有那种非常古朴的感觉啊！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房子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座房子有一个小院，在那边呢有一个自来水的龙头，应该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水啊。那边有一座小小的偏房，在那里面应该是养一些牲口之类的。这座石头房子的大门感觉没有多大，应该也就1米宽的样子，接近2米的高度吧。房子完全都是石头加一些土砖结构的，旁边这些就是土砖，上面呢盖着土瓦，这边留着一个窗户。其实这些石头墙呢完全没有水泥的，也并不担心它会倒塌，只要有人住啊，像这样的石头房几乎很多年100-200年都不会坍塌的，非常的牢固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座石头房子的外围都是一些青苔，感觉得出这座房子建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。这边也是一个偏房，还有个2层结构的，上面应该是放着一些杂物吧，下面呢可能也是灌牲口的猪圈之类的。当然现在这边不养猪了，里面放一些杂物啊。你今年多大了？老人家说什么我都听不懂。这边呢就是苗族吧，他们所说的应该都是苗话，所以说他说的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，他也听不懂我说的话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听不懂啊？一点都听不懂，没办法了。本来我们想到他们家去看一下，采访一下的，但是我估计现在是不方便进入了，因为无法交流嘛。其实看得出这位应该是奶奶呢，年纪也是比较大，应该是70-80岁左右的年纪吧。
从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像这样的石头房应该是非常有年代感了，上面完全都是非常古老的那种感觉啊，很多青苔。哇，这个狗会不会咬人啊？你好，走你们家去看一看可以吗？现在上去，它好像比较欢迎我，走上去看一看。这家人呢，应该也才刚刚建了新房。你好，大叔。你好，你好，可以进来看一看吗？这狗没事吧？没事的哦。你们这个寨子啊，景色很好。刚刚路过的时候，从上面看了之后，特别的美，所以进来看一看。你们这寨子大概有多少户人家20多户。20多户哦。以前你们都是像外面那种石头房子吗？以前你们都是像外面那种石头房子吗？以前我们就是造这个房子。哦，就是前面这个石头房子啊。那瓦房的哦，那种瓦房。现在寨子里面都建了这样的砖房子了。条件好了啊。那你们现在寨子里面有些什么经济收入吗？没有。都没有啊。都是靠外出打工是吧？是的。是的哦。那你们也种田吗？有些也种了，有些没种。哦，有些人也种田，有些也不种了。像山里面以前有土匪吗？有啊。哦，那在你们这一片以前有土匪吗？有土匪。有土匪啊？有。哦，这样子的。那我们都记不得的，都是听到那个听到老一辈的老人说，在以前山里面都有土匪。都有。我在想，可能以前是不是你们的老一辈就在这边躲避土匪的，是不是？土匪多，土匪有。哦，以前可能老人家建房子就在这边比较偏僻的地方，估计土匪找不到，就在这边。找不到，都找得到是吧？对。找得到啊。大叔他们家虽然建了新房子，但是旁边的这个厨房呢，还是舍不得拆除。我们走进厨房去看一看，也是非常的简陋啊。这个门啊还比较低，要低着头才能进入的。阿姨你好啊。你好啊，到你们家来看一看啊。看一看哦哟，这个光线不太好，我开一下灯好不好？你在煮晚饭是吧？煮晚饭。哦，煮晚饭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就是湘西这边呢一个灶台。一般像这样的灶呢，都是3到4口大锅。这个2个锅子呢比较小些，这边稍微大一些。最后面那口锅呢是比较大。一般那口锅大家知道是干嘛的？一般呢都是农村里面嘛，养猪嘛，那里面都是煮一些猪食的。前面的这3口锅呢，一般都是炒菜煮饭的。阿姨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懂的。你不懂啊？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有70多岁了吗？70大了。70多啊？有没有80岁啊？哦。其实我说话阿姨是不怎么听得懂。烧火了。烧火啊！你看阿姨他们家就是在山上砍的这些木材用来烧的。炒菜啊，煮饭都是这样的木材，还有过年的时候熏腊肉也是这样子的。没好看哦。没事的。就看一下嘛。没好嘞。非常简易的房子，这边是一个碗柜啊，那边是一口大缸，缸里面呢就是储水的。大叔说这栋房子就是他们家的，虽然建了新房，这个房子也舍不得拆啊。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，上面的瓦呢也坏了许多，但是呢还是舍不得拆，毕竟应该是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吧。从远处看，这个寨子好像都是楼房，但是当我进入寨子之后，发现像镜头前方的这些石头房子还是非常多的。进来之后，
都是这样的小巷子，有点像迷宫一样的，都是这样的石头房子。看，快天黑了，二师兄心慌了，想吃晚饭了。大叔也告诉我，他的祖辈呢，在大山里面生活，实际上呢，当年也是为了躲避土匪。我们都知道，湘西的土匪呢，可能从一些电视剧当中，都是应该是近代的一些土匪啊。实际上，整个湘西的匪犯呢，应该是在明朝到清朝的时候，这边的匪犯已经相当的严重。所以说，这边的少数民族的老百姓呢，很多都是躲在大山里面去生活的。自然而然，在大山里面生活久了，也不愿意搬迁出去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像这样的寨子呢，可能就是1、2户人。时间越来越久，后面的一些人呢，就陆陆续续的搬迁来到这边建房子，最后呢，形成了一个寨子。这可能就是湘西这边呢非常真实的一个生活状况。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石头的，请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今天又带大家来湘西的大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那这是进入这栋房子的马路，这也是一座小桥，桥面宽约3米左右，进村的道路都是这样的水泥路面。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。在这边呢，有一条小河。可以看到河水非常的干净清澈，在河面之上有很多小鱼在游动，在这底下还有一些老钓位。平常这边呢，几乎每天都会有很多钓鱼人，而且在这边呢，经常会钓到10多斤的大鱼。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栋房子呢，就是镜头前方的这栋平房，也是砖结构的。他们家建好了房子之后，基本上是没在这边住，也没有装修。可以看到，整栋房子呢还是挺大的。那边呢是3开间的房屋，大门呢没有装，也就是没有装修。这边呢是一个差不多2层结构的一个厢房，里面应该是有2间房间左右。那这边是去往老码头的一条小路，当然这边很快要修那种人行步道了，也会在小河边装上路灯，包括我们看到对面小河的那些位置，以后都会修一些人行步道，所以以后在这边居住环境是非常好，而且茶余饭后可游玩的地方是非常多的，包括我们看到在那底下呢，以后都会修一些人行步道。大叔你好啊，这栋房子建了多久了？你看，大约10多年。大约10多年了。10来年左右。哦，建好了之后，你们家一直在这边住的时间不长吧？估计住了3、4年。哦，住了3、4年。现在你们是搬到镇里面去了？搬到白平。摆平，也就是一个那边可能方便一些了。方便一些，原来这里路不通。哦，以前不通路的。对对。这条公路才修通的是吧？对。哦，那我们走进你们家的院子去看一看啊。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是打上了水泥路面，可以进入院子的。当然这边是无法通车，只能通那些小型的摩托车是可以上来的。那这边进入院子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叔家他们的屋门口有很多橘子树，都结满了果实，但是现在还没到成熟的季节。底下就是小河了。其实他们家这个位置距离小河是非常近，我目视看了一下，应该是不到10米左右。这边还有一棵柚子树，也都结满了柚子。整个院子看起来是没有多宽，但是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，因为呢高低有个3、4米左右，这样子呢自然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观吧。可以看到水龙头已经装到了院子里面。这边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院子是没有多宽的，应该是有10多个平方左右吧。
现在我们走到房子的后院去看一下这块地到底有多宽。这是一个水池吗？对，这是原来老水质，哦，以前的老水池。啊，现在不用水质了，现在自来水啊，几十都有。哦，现在有自来水了，也就是山泉水了。对对。接到家里面就不用水池了。啊。哦，那这块地还可以，挺宽的。一家人种点菜完全够吃了。那这个管理这个果子最有意思了，好。栽了几年了？这个柑橘树？这3年。栽3年了。这是什么品种啊？这个是国庆1号，国庆1号。国庆1号。啊，那是最早的。最早的。国庆就可以吃。哦，国庆节就可以吃啊？啊。那不是很快了？对对对。哦。现在口感怎么样？口感最甜的这王。最甜的。啊，北平的柑子这王，你花园这王团团出名了。出名了。嗯。可能和这个地质还有关系，这是土地啊，这是沙地。对对对。种出的柑橘可能有关系。嗯。那整个这块地呢，大概有个一分地左右吧。啊。种菜是没有问题了。种菜不。这后面就是大山了。大山。啊，也没人居住，非常的安静。所以整栋房子呢，在这边位置还挺高，而且是比较有私密性的。住在这边呢，没人过来打扰，真的非常的好。那我们看这些土瓦都是才检修过的，这都今年才剪的，很平整。这是以前的一个蹲厕，当然现在是不用了。在这边就是猪圈了。这是现在统一建的一个浴室吧，浴室和厕所在一起的，在一起，这个就很方便了。装上一个淋浴的热水器就可以了，还挺宽，大概有5、6个平方左右，非常的好啊，吊了顶的。在这边是厨房是吧？这个女的是厨房，原来是个加工的，那里面有门啥的，马拆了丢。哦，现在这边都放了木材，不能进去了，要不然过去就是厨房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堂屋是非常宽的，大约应该是30多，接近40个平方左右。背后留有单独的小门，那边就是厨房了。刚才我们也说，厨房从那边可以进，从这边也可以进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右手边的房间去看一下。这边的房间呢，上面已经吊了顶，就是木板铺成的一个吊顶，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也是非常的实用。在这底下呢，已经打上了水泥地面，有些简单的家具。这边也是一个房间，从这个房间再过去，有的小门，进入里面应该也是房间。那整个房间非常的通透，光线也是非常好的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这边的房间也是非常宽的，这边也留有单独的窗户，还留的应该也是单独的门，可以从旁边走出去。那这2个房间是连在一起的，这边是没有门可以走得出去。刚才我们从外面看到，在这边呢也有一个小房间。那我再算一下，这栋房子呢应该是有1、2、3、4个房间，一个客厅，一个厨房，还是非常宽的。在底下还有一个杂物间。那现在我们再来左手边的这个房间去看一看。在顶上应该也是用木板铺了一层，这边呢用那种类似于彩布条的封了，防止这些飞啊往下掉。在这边呢也有简单的一些家具，柜子之类的，也是打上了水泥地面。这个房间和旁边也差不多大，应该是30来个平方左右，那边也单独的留有小门。那我们接下来往厨房去看一下。这边后院的位置，因为整栋房子呢是挨着山体而建，这边都是一些岩石，包括
这个大岩石啊都没有挖走的，在这边还挺高，大约是1.5米左右。这边就是整体的后院了，那这边就是厨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农村的一个灶台，3口灶，有烟囱往这边排出去。好久时间都没有住了，这些灶台啊都是一层灰，但是打理一下还是直接可以用的。这些锅呢就已经生锈了。后面还有冰箱在那个位置，这边有个切菜的台子，再过去这边应该也是一个杂物间之类的，还挺宽。这边这边装上了一些机器，以前应该是农家自己打米的一个地方。这边是有一个火塘的，对，火塘，这边就是农村的一个火塘。冬天的时候在这边熏腊肉就在这里。那视频的最后，我们站在堂屋往远处一看，是不是景色格外的美？对面呢就是一个小寨子，大约有20户人家左右。从小桥过去，底下就是小河了。可以看到这边的视野还是非常开阔的，而且位置比较高，唯独院子有点窄了，但是后期的改造空间还是非常大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历时2个月，木房子我们终于盖好了瓦片。之前把我们家那栋74年的木房子移走20米，送给我舅舅家，重新建了一栋木头房子。很多朋友私信问我，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大概预算多少钱？今天我就大概为大家总结一下，我们一起来算一算。具体开工的日子我不记得了。那天下雪，我们开始回来清理场地，砍掉了一些树木，还有竹林，还有邻居家种的菜地，全部清理出来之后，整个场地大概有2亩多地宽。大家是否还记得，我们家的房子是在上面，院子下面就是我舅舅家的房子。当时候把我舅舅家的2开间的木房子拆掉了之后，再把我们家那栋3开间的木房子请了50多个老乡，用人工抬了差不多20米，移到现在舅舅家所在的那个位置。意思就是我们家的那栋木房子移走20米，送给我舅舅家，相当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木房子是全新的，重新建造的。这栋木房子和以前的木房子是有所区别的。以前的房子楼层高度很矮，基本上2楼不能装修用来做房间。现在房子就截然不同了，2楼大概还有2.5米到2.6米左右的高度，再到顶上还有1米多才盖瓦。所以说现在的房子2楼也都是完全可以利用的，底下的房间也更宽一些。房子的进深是8米，开间是4米，中间是4.3米。所以说现在我们建的这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最基本的底下一层有5个房间，上面最少可以做3个房间，差不多就有8个房间，加上我们两边的厢房4个房间，差不多就是12个房间左右。以后整个院子建好了之后，可利用的地方是非常多的，包括我们房子外面的那块院子，目视下还有接近200多个平方，以后啊作为停车场，还有菜地啊，还有花园来使用。那现在我们就初步来计算一下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这个院子我们总共花费了多少钱？送给我舅舅家的那栋木房子是我全部出资，
移过去的，请了50来个老乡，老乡全部不要工钱的，全部都是请村里面的人，送了1包烟，吃了2餐饭，总共花费的话是接近2万左右。因为之前我们加上一些砍掉树木啊、竹林这一块，加起来的话，差不多是2万块钱左右的成本。大家记一下啊。再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笔开支呢，就是移走了房子之后，场地清理出来，我又打了一个地基，打了地梁，这笔的费用的话，也差不多是接近2万左右，加起来就是4万左右。剩下比较大的开支，那就是木房子的结构了。主体结构的话是7万5800，加上之前的4万，那就是11万5800。其他的话，瓦片接近是1万左右，那就是12万5800，加上平时吃饭的一些开支，总体预算的话再加个1万吧，那就是13万5800左右。房子就建成了这个样子，是没有装修的，现在已经盖好了瓦片。从开工到现在，所有的开支我都没有去记录的，现在我们只是大概来总结一下，总花费大概13万多左右。可能很多朋友会说，建造这样的一栋3开间木房子，是不是有点开支太大了？我想说，只要自己喜欢，老房子是一种情怀，木房子更是我们从小到大赖以生存的地方。所以说，一切的开支，我觉得都是值得的。那朋友们，最后我也想问问你们，你们觉得木房子好些还是砖房子好些呢？明年呢，我们就继续来装修，继续来打造共享院子。到时候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湘西这边小住几天，游玩几天，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苗乡的生活。在这里，石头提前预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。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